本节目由非常受期待的新国风文物拟人策略手游来古迷星赞助播出。父亲快走，有我殿后。曹操的长子曹昂真的死于渊城吗？真是被张绣杀死的吗？本期视频不二将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解读。有关曹昂做过什么的记载很少，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他在渊城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给了曹操，可以确定曹昂是个好人，是个孝子。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别的可说了。然而他到底是死在哪，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认为值得探究一下。公认的说法是曹昂因为让马给曹操而死于渊城，凶手是张绣。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大家看看屏幕上这段记载，这段记载是说曹昂死于穰县，曹昂的养母丁夫人因此非常怨恨曹操。丁夫人怨恨曹操这事儿呢，很多人都知道，然而注意到前边那句话的人却不多。对，就是这句子修亡于穰。曹昂真正的死亡地点是穰县，穰县和渊县同属于南阳郡，但不是一个地方，直线距离就有55公里。估计有人会说，这不是《三国志》的记载，我们要以《三国志》为准啊。那我把《三国志》对曹昂之死的记载放在屏幕上，大家看看吧。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呢？对，《三国志》根本就没有提曹昂死亡的具体地点，因此曹昂死于穰县这个说法和《三国志》并不冲突，还是比较可信的。这就很奇怪了，曹昂为什么会死在距离渊县有较长距离的穰县呢？首先排除他是自己逃过去的这个可能，因为曹操势力在渊县的北边，曹昂要从渊县逃跑的话，肯定得往北边逃，不可能反而逃到位于渊县南边的穰县。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曹昂在渊县被张绣俘虏，然后又被张绣带去了穰县，并最终死于穰县。那么这个事情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不二将来试着从头还原一下吧。张绣突然反叛，曹操慌乱之下骑着绝影马与曹昂一起逃走，然而逃亡过程中绝影中箭报废，这时候曹昂把自己的马让给了曹操。注意，曹昂让马的时候已经处于不能骑马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曹昂本人也被射中，而且伤势很重，不能骑马了。于是曹昂就把马让给了曹操。虽说曹昂让马时已经重伤不能骑马了，但如果本着求生的本能，还是不会让出马的。所以曹昂愿意主动让马，依然是至孝的表现。曹操逃走了，那么曹昂呢？并没有死，是被张绣俘虏了。接下来史书记载，在渊城取胜后，张绣主动带着骑兵前来进攻曹操，结果被曹操击败，张绣只好逃到了穰县，而曹昂也被张绣带到了穰县，并最终死在了这里。那么曹昂是怎么死的呢？是被张绣处死的，还是重伤不治而死的？估计有人会说，《三国志》都写了曹昂为张绣所害，这不就说明曹昂是被张绣处死的吗？我觉得不是。张绣如果想处死曹昂，早就可以这么干了，没必要费那么大劲把他带到穰县再处死吧。所以我认为曹昂应该是伤重不治而死的，只不过曹昂毕竟是因为张绣反叛，这才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而死。因此《三国志》说曹昂是被张绣所害也没什么问题。以上就是我们单纯通过史料可以还原出曹昂之死的全部过程了。下面不二将想说一段我个人基于史料得出的猜想过程。对，是基于史料得出的猜想过程，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有侧面证据，并且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猜想过程就是张绣为什么有胆子主动进攻曹操呢？因为他是带了秘密武器的。对，就是作为人质的曹昂。张绣打算以曹昂为人质，胁迫曹操割地或者拿钱给自己。然而曹操是怎么做的呢？他压根就没理睬，直接上手就干。张绣被击败，只好逃到了穰县。虽然被曹操无情打脸，但估计是害怕曹操报复，张绣不敢杀了曹昂，而是把曹昂带到了穰县。然而因为本来就身受重伤，加上一路颠簸，到了穰县后，曹昂终于坚持不住，最终离开了人世。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猜想过程。
如果这是真相，那曹操的做法真的让人感到了一股寒意，从头渗到脚。同时，如果这是真相，那一些本来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就能说得通了。为什么贾诩就敢劝说张绣投降曹操，张绣还就真的敢投降？因为曹昂不是他们亲手杀的，所以他们才敢投降。为什么丁夫人怒斥曹操，将我儿杀之，并且之后如此痛恨曹操，一生都不肯原谅曹操？因为曹操选择了不顾作为人质的曹昂，坚持和张绣作战，才导致了曹昂最终在颠沛流离中去世。那么如果这是真相，是不是就能说明曹操已经冷血到了连救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完全不管不顾的这种地步？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们可以参考之前夏侯惇被挟持事件。吕布偷袭兖州时，夏侯惇中了吕布的诈降计，被吕布军将领挟持。夏侯惇的部下韩浩知道后，也不管夏侯惇的死活，直接下令攻击，最终成功迫使挟持者投降，夏侯惇也得到了保全。曹操觉得这样的做法很好，于是下令今后如果再发生挟持人质的事，一律不要顾及人质。那么问题来了，你曹操下令不能顾及人质的生死，别人都得为了这条法令舍弃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结果到了你曹操自己这，难道你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儿子去破坏法令，对张绣给钱给地赎回儿子吗？如果曹操这么干了，那他的部下会怎么想？后果又会如何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曹操最终狠下心，为了维护法令，舍弃了曹昂，下令攻击张绣。当然，我觉得曹操会下令攻击，应该也是考虑到了张绣不敢下手杀曹昂。然而曹操没想到的是，虽然张绣确实不敢杀曹昂，但曹昂最终还是因为颠沛流离死去了。在余生中，曹操一直对曹昂的死耿耿于怀。有记载说张绣最后是被曹丕逼死的，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曹丕的行为很可能来自曹操的授意。临终前，曹操依然在为曹昂的死感到痛苦，他叹息道：我前后做事无愧于心。可是如果死后有灵，曹昂问我母亲在哪，我该怎么回答？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猜想的那个过程确实存在，那么曹操不顾曹昂下令攻击张绣的行为该怎么评价呢？站在感情角度，曹操的行为无疑让人感到彻骨寒冷。然而站在公义角度呢？曹操为了维护法令，不惜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难道不能被称为大公无私吗？我想每个人对此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而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无奈，曹操得到了很多，却要舍弃很多。我们这一生也会得到很多，那么代价是什么呢？好啦，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最后就求个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本节目由非常受期待的新国风文物拟人策略手游来古迷星赞助播出。